馬斯嘅突襲同埋以色列嘅反擊咧，已經造成咗嚴重嘅人道災難同埋傷亡。當你以為呢個淨係中東地區嘅問題，唔關自己事，其實全世界咧可能要一齊咁樣付出代價。JP Morgan 嘅 CEO 表示，呢個可能係幾十年以嚟世界上面最危險嘅時期。WTO 世界貿易組織主席亦都警告，對本身已經好疲弱嘅全球貿易咧，將會產生非常之大嘅影響。衝突不斷咁樣加劇，除咗以巴之外，越嚟越多嘅國家警告，如果局勢進一步擴大咧，可能會升級成為多國嘅戰爭。更加有人話啦，呢個可能會演變成為世界大戰。歷史又點樣解釋每一次地緣危機對世界嘅影響呢？喺10月7號，哈馬斯揀咗贖罪日戰爭50週年嘅時候突襲以色列。喺幾個鐘裏面咧，美國嘅航空母艦咧就開到去以色列啦。10月8號，以色列宣布進入戰爭狀態。同一日，由伊朗支持嘅黎巴嫩真主黨武裝組織就向以色列發射炮彈。去到10月9號，以色列下令全面圍困呢個加沙。12號，伊朗同埋敘利亞表態支持巴勒斯坦。以色列同日轟炸咗敘利亞嘅2個主要機場。10月13號，以色列要求24小時以內所有嘅平民要撤離加沙，表示將會進行呢個地面攻擊。同一日，伊朗警告，如果以色列繼續針對巴勒斯坦人，將會面對其他軸心國家嘅回應。軸心國包括伊朗、巴勒斯坦同埋黎巴嫩嘅武裝組織、敘利亞同埋其他派系嘅聯盟。10月15號，以色列表示已經準備好發動空中、地面甚至係海上對加沙走廊嘅攻擊，同時宣布同黎巴嫩嘅北部邊界作為呢個封閉軍事區。伊朗就警告以色列，如果以色列軍隊進入加沙進行地面入侵嘅話，戰爭將會擴大。事隔1星期，美國強調哈馬斯必須要被殲滅，同時警告以色列唔可以佔領加沙。隨住加入呢場衝突嘅國家同埋組織越嚟越多，對我嚟講，呢個唔再係限於中東地區嘅問題，全世界可能要一齊付上代價。呢場中東嘅危機俾世界帶嚟最大嘅影響呢，我喺度會分3部分同你哋一齊睇睇。首先，大家要知道中東係擁有全世界最重要嘅航運通道。第一條航道就係霍爾木茲海峽，就喺呢度啦。呢一條連接住伊朗同埋阿曼之間咁狹窄嘅海峽成個航道係連住波斯灣同埋阿拉伯海。其實係全世界最繁忙嘅航運通道嘅第一位，亦都係對中東石油出口嘅最主要嘅海上通道。每日有成2000萬桶嘅石油會通過。單喺上一年喺呢個海峽過境嘅船已經超過2萬艘啦。一年嘅貿易額高達6850億美元。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嘅地理位置亦都係所謂地緣政治角力嘅最重要嘅根據點。因為任何同伊朗或者阿曼有關嘅局勢問題變得緊張嘅話亦都會嚴重影響到全球嘅經貿。另外一條航線就係呢條啦，蘇伊士運河。呢條航道比較近以色列，係歐洲同埋亞洲之間最短嘅海上連接通道之一，係亞洲同埋中東向歐洲運輸能源啦、大宗商品啦、消費品啦，甚至係機械零件嘅最重要嘅通道嚟嘅。呢條航道講緊係佔緊全球嘅12% 嘅貿易，同埋30% 嘅全球貨櫃運輸都係經過呢個蘇伊士嘅運河。每年嘅運輸價值超過1兆嘅美元嘅貨品。世界貿易組織就警告，如果衝突擴大，將會對本身已經非常之疲弱嘅全球貿易產生非常之大嘅影響。喺上星期仲未發生呢個以巴衝突嘅時候， WTO 已經將今年全年嘅貨物嘅貿易成長預期下調咗一半。所以今次嘅以巴衝突，以至整個嘅中東危機，無論係對歐洲或者亞洲嘅商品貿易，以至係石油嘅供應亦都係有個嚴重嘅負面影響，有機會加劇全球衰退嘅可能性。講到石油啦，大部分人都知道中東係全球最重要嘅能源供應地。50年前嘅亞爾戰爭就係最好嘅例子啦。當時引發咗呢個石油禁運，成個禁運導致咗全球嘅能源價格當時喺短時期裏面上升咗500%。石油本身就係工業社會裏面嘅最重要嘅生命線。如果油價高企，無論係對企業定係家庭都會產生嚴重嘅負擔，導致生產成本增加，同埋嚴重嘅通貨膨脹。當年實施咗呢個禁運，淨係短短1年，1974年全球嘅通貨膨脹率已經上升咗16.9% 啦。呢一場就係歷史上面最出名嘅石油危機啦。石油危機引致當時全球經濟衰退，
企業咧陷入困境，失業率上升。根據研究指出，石油危機令到成個美國嘅 GDP 足足下降咗4.7%，歐洲下降咗2.5%，日本仲慘，下跌咗7%。美國就一直希望咧以色列同埋沙地阿拉伯之間可以達成歷史性嘅關係正常化啦，亦都希望沙地阿拉伯咧答應去提高呢個石油產量，解決呢個能源問題。但係根據 Reuters 指出，今次嘅以巴衝突發生之後，沙地阿拉伯咧正喺度考慮要擱置同以色列嘅協議，而喺各種負面消息之下咧，紐約原油價格相比喺以巴衝突之前咧已經上升咗5.6%。俄羅斯同埋中東囊括咗全球40%左右嘅石油生產量，所以隨住冬天再嚟，如果衝突升級嘅話咧，油價可能再會急升，令到全球過去咧1年以嚟用嚟打壓通脹嘅努力咧，可能都會被抹殺啦。又或者可以咁講，呢個高利率可能要維持更長嘅時間。高利率對企業嘅營商環境非常之不利，亦都會打擊樓市、打擊需求。而我自己個人認為咧，全球嚟講，歐洲區對石油同埋天然氣咧嘅敏感度係最高。佢哋同時亦都面對住咧俄烏同埋以巴兩面夾擊嘅影響，所以相對嚟講，歐洲嘅經濟打擊咧會更加嚴峻。咁今次我哋又會唔會成為50年前嘅石油危機嘅翻版呢？咁當然啦，頭先呢個石油危機嘅例子只不過係一個最壞嘅打算，而唔係每一次開戰咧都會有一樣嘅結果。咁如果你睇翻2014年上一次加沙戰爭嘅時候，當時以色列嘅損失咧淨係講緊 GDP 嘅1% 左右，而成個戰爭維持咗幾星期咧就結束啦。當時油價亦都冇乜大嘅影響，所以如果危機可以喺短時期裏面咧結束到嘅話咧，佢嘅影響程度其實係可以差好遠嘅。咁當然啦，好多人就開始問啦，咁我有啲咩避險嘅資產，或者對整個嘅市場影響又係點呢？無論呢個地緣政治風險咧喺邊度發生，都會迫使咧投資者買入一啲避險嘅資產，譬如黃金、美元，甚至係美國嘅國債咧，呢啲都係被視為資金嘅安全港。市場短期裏面咧，亦都反映咗美國國債嘅需求啦。近期咧係債價升，債息下跌。我哋嘅 Rainier 平台咧，非常之努力咁樣提供一啲有用嘅資訊俾各位觀眾。如果你哋想支持我哋嘅頻道發展，可以去 Patreon 咧請我哋飲杯咖啡。喺 Patreon 上面咧已經有大量嘅文章分享咗我哋對股市啦、經濟、債券投資同埋利率週期等等嘅資訊㗎啦。你嘅一杯咖啡咧，可以令到我哋繼續有資源去做更多有用嘅分享。多謝晒你哋支持。咁黃金作為最重要嘅避險資產咧，自從衝突開始以嚟咧，已經上升近5%㗎啦。黃金咧，除咗可以喺市場波動嘅期間作為呢個避風港之外咧，亦都係供應可以用嚟抵禦呢個通貨膨脹嘅投資。而喺經濟衰退期裏面咧，亦都可以用作咧保護資產嘅作用。我喺過去咧已經喺唔同嘅影片咧有教過㗎啦。咁而喺歷史上面，戰爭對股市嘅影響又係點呢？因為戰爭咧會為呢個經濟帶嚟一個唔確定同埋不穩定性，所以咧喺歷史上嚟睇，股市咧係唔中意嘅。譬如喺突襲珍珠港嘅時候，當時咧美股一共跌咗19.8%，用咗143日咧先捉到底，花咗差唔多1年嘅時間先升翻上去。而喺南北韓戰爭嘅時候咧，就跌咗12.9%，但係用咗唔使3個月咧就升翻上去啦。至於伊拉克同埋科威特嘅戰爭，股市當時咧係跌咗16.9%，要用咗半年咧先上翻去。而俄烏戰爭發生咗短短幾個星期裏面咧，當時就已經跌咗7% 以上，但係1個月後咧，股市就反彈啦。雖然冇人可以好肯定咁樣答到今次嘅市場會變成點樣，但係可以肯定嘅就係以色列同埋巴勒斯坦不斷上升嘅死亡人數，增加咗呢個血腥報復同埋地區戰爭嘅可能性，令到更多嘅平民咧遭受苦難。好啦，今日咧我嘅分享就到此為止啦，下次再見，拜拜。